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最近这么火的榴莲居然又降价了，它有着水果之王的称号，可不是白来的。一个榴莲的价格大概在120左右，这还是按最小的榴莲来说的。之所以榴莲那么贵，因为它全身都是宝。每次看到别人直接把榴莲壳丢进垃圾桶，我心里觉得太可惜了，太浪费了。因为榴莲壳呢还有很多用处。听我说完，下次或许你也舍不得扔掉了。这里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开榴莲的技巧。我们拿一块厚一点的抹布扶稳榴莲，然后用刀子把它尖头的这里横着切下一块，这时就会发现它的纹理线，看到没有？这也是里边榴莲肉之间的分割线，我们就沿着纹理向上切就行。别看刺又尖又硬，用这样的方法很容易很轻松的就切开了。再轻轻一掰就开了，简单吧？哇，这果肉也太丰满了，很新鲜。看来我又挑选到报恩榴莲了。想学挑选技巧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浏览哦。剩下的榴莲壳可千万别扔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处理榴莲壳。用刀把榴莲壳内的白瓤给切下来。这一层挨在果壳里面的白瓤具有清热降火的作用，可以用来煲汤喝。在炖煮的过程中，白瓤里面的营养成分可以被完全的挥发出来，而且用它炖好的汤营养又美味。之所以说榴莲全身都是宝，是因为榴莲的果核呢也含有着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，煮熟或者是烤熟以后可以食用，口感呢类似于栗子，粉粉糯糯的口感呢很不错，适当的使用一些呢还有健脾的效果。现在我们取下来的白瓤呢放入大碗中，加入清水将其漂洗干净。白瓤处于榴莲壳内部，不会很脏，随便漂洗就行。然后将其控水捞出，拉到菜板上。我们将白瓤给切成小块。或许有的朋友会说，既然全身都是宝，那榴莲的最外壳有什么用呢？经常看到一个朋友呢给老婆买榴莲，就在众人都在感叹他和他老婆的感情深厚时，他却道出了真相。每次都是他吃榴莲我跪皮。果然，榴莲皮比键盘好用吧？关键呢还用不坏。好了，切下来的白瓤我们先放在一边备用。跟着我们准备少许的鸡肉，这里呢已经切好块了，下面我们将其清洗干净就行。加入少许的食盐，再撒入适量的面粉，然后下手抓肉搓洗1分钟。洗鸡肉的时候呢，加点面粉进来，面粉能有效的吸附掉鸡肉里面的血水和杂质，而食盐有杀菌作用，能使鸡肉清洗得更加的彻底。就不停的抓肉搓洗，就可以明显看到血水被抓出来了，面粉也变成粉红色了，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。我们再用清水将其漂洗干净就行，这样清洗出来的鸡肉块呢干净又快速。漂洗干净之后，沥掉多余的水分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跟着准备几个红枣，加入清水漂洗干净。控水捞出，装入盘中。用剪子把红枣剪开，去掉枣核。红枣核炖汤，汤品喝多了容易上火，所以呢还是去掉的好。先放一边备用。准备一块生姜，切成薄片。装入盘中。再加入3个葱节。接下来起锅，我们把鸡肉放进来，加入几块姜片、葱节，
再加入多一些的清水，给肌肉焯水。中火将水烧开，慢慢把鸡块中的血水腥味煮出来。展开后，表面呢会飘出许多的浮沫，这都是腥味的来源，一定要给它撇出来。然后呢再煮2分钟，时间到就可以出锅啦。用漏勺控水捞出，然后呢放入2把开中洗一洗，把浮沫清洗干净，而且记得要用温水清洗，否则鸡肉遇冷收缩，肉质呢会变柴。一块一块的给它搓洗干净。用这样的方法，这样处理过后的鸡肉呢不腥不柴才好吃。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然后呢直接放入准备好的砂锅中，榴莲白瓤呢也放进来，还有红枣，再加入足够多的热水，没过所有食材。大家在炖鸡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放一块榴莲肉也行，味道呢会更加的浓香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然后呢转中火炖煮25分钟。时间到，打开盖子，这时呢往里边加入适量的食盐，再炖煮5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款榴莲炖鸡拥有一股独特的香味，喝起来呢也非常好吃，所以调味料呢加盐就足够了，再加其他呢也只是画蛇添足了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样一道香喷喷的榴莲炖鸡就算是做好了。这样子做出来的榴莲鸡好吃又简单，尤其是煲鸡汤无比鲜美，汤奶白似牛奶，而且呢还挺滋补的。里边的榴莲白肉呢也是可以吃的，吃起来软软滑滑的，咀嚼到最后呢有一点渣，把渣渣吐掉呢就可以。事实上，用榴莲壳炖鸡汤确实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保健食疗。榴莲偏温热，吃多容易上火，而榴莲壳可以倾泻榴莲骨肉的湿热，吃了之后呢才阴阳平衡。具体来说，用榴莲壳炖鸡汤既能补充益气，还能清除湿热。与药膳不同的是，榴莲做的煲汤呢具有淡淡的榴莲清香，喝起来呢清甜毫无油腻感，适合不同体质的人食用，老少皆宜，很适合夏天出汗多、体质虚弱、经常熬夜的人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完视频觉得有食欲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